久。这个，他们厉害吗？目前展露出来的都是金刚凡境修为，不同的是，吴康城这一位已经黔驴技穷，而这位叶鼎之可未尽全力啊！小小年纪能有此修为，不易呀。 宋某技不如人，承让。且慢！小白脸。 我也要取剑。敢问阁下是？百里东君。百里东君。 我们认识吗？不，不认识。那你不是要取剑吗？那你的剑呢？我的，对啊。小公子，见见你。丢人呐！家门不幸。这不就有剑了吗？怎么和以前一样傻呀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为什么我看你有点眼熟？百里东君啊，你这是在跟我套近乎啊？嗯。 你来错地方了。厉害啊！你不出剑吗？我不会用剑啊。小兄弟，下来吧，别打了。就是啊。别受伤了，别打了。看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这傻小子，一定和当年一样，练我的时候偷了懒。剑，我会剑术吗？师傅，这又是您的幻术吗？不，这一次是剑术。看好了，我只舞一次。
我有一剑，能称绝世。何为绝世？天上地下，过往明天，再无此一人，再无此一剑。若再有此人，再有此剑，当幸百里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会剑术。这是西楚剑歌，这还真是西楚剑歌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剑法，能够如此潇洒写意。师承这只有3剑，我曾有幸见过一次。和方才百里公子使用的招数是一模一样。可是他用的是完整的剑招。小白为什么会西楚剑歌？我想起来了。剑歌，可为何只有剑，没有歌呢？可惜唱歌的人已经死了，世间便只剩下这一剑，问道于天。当年西楚儒仙古陈咏歌，剑仙古墨执剑，于西楚最后的城池洛桑城城头，以一剑一歌对阵9000破锋兵，直至力竭身死。最后洛桑城破，西楚亡国，这套完整的剑法自然也就失传了。我外甥，我外甥，没想到啊，这镇西侯府的胆子，可真是比我想象中要大。本以为今日来，只是为了取剑扬名，却没想到见到了你，还见到了如此有趣的剑法。酒，我的酒呢？接着，定是好酒，如此畅快。兄弟，借酒一乐。干！干！痛快！成剑9天，竟然还真有歌呀！茫茫去不还，自歌云霄里，奏饮3万堪。仙人在我心中，今日只吟
至此处。平手。再来，不打了。无论多强的实力，在失传的剑舞面前都不值一提。能见到完整的西楚剑歌，乃是我辈剑客最大的幸运，可比获得一柄好剑要珍贵的多。不染尘，该是你的。 接着，舅舅，啊，走啊！长老，这剑都已经丢了，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舅舅，我打他正起劲了，怎么就走了呀？我还觉得那叶鼎之很是有趣，想跟他交个朋友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交什么朋友啊？我不知道你的剑法是从哪学来的，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再不走的话，就会被那些剑客生吞活剥喽。走。这傻小子，学会了很了不起的东西啊！快追，留下他，那可是西楚剑歌。 你干嘛？快闪开！各位，盛会还未彻底结束呢，怎么这么急着要走啊？你要拦我？你再往前一步，我还能杀了你呢。 送我一个。臭小子！ 趁着去玄登城还有一段距离，赶紧把剑法的事给我交代了。可我总觉得，我们这么一走，好像错过了些什么。别扯开话题，我们能错过什么？错过了一场重逢。 侯府的武学课，我急呀！今天要讲《白羽剑仙传》，
正是讲到白羽剑仙纵剑西出，千里救毒的章节，听说可精彩了。在这里，云哥在这里。天下风云出我辈，踏歌今宵尽在言。话说这白羽剑仙头上戴一顶虎头狮子盔，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，内衬大红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一匹白龙马，手使一对护手双剑，那真是威风凛凛呐！从清晨杀到日没，只杀得金银铜铁8大锤，是大败而归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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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白羽剑仙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！下次我经过城贬时，定要仔仔细细的看看上头，到底还有没有白羽剑仙留下的那一剑。试问天下，谁能挡我一人一剑？你们两个刚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呢。哼，小姐，该回去了。东君、云哥，我就先走了，夜安。呀呀，回去了就乖乖睡觉，别再点住偷看画本了，伤眼睛。我才没有呢，云哥瞎说。下一章应该要讲到白羽剑仙与酒仙相识相交，一同游历江湖的故事了，一定更精彩。唉，我也想像白羽剑仙一样，一剑入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也是。哎，我听爷爷说，云哥，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，要去闯一闯那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。这怎么行？若是带了你，侯爷岂不是要提刀来找我？不行不行，你爷爷可是所有人知道都要打寒战的杀神。你胡说！我爷爷明明是全天下最温和的人。反正我跟定你了，云哥，你不是我大哥吗？大哥理应带着小弟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9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，可以吗？好。你要当剑仙，我便不与你抢了。白羽剑仙的好朋友是酒仙，那我就去做那酒仙。那好，我们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大将军夜雨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岂有通敌叛国之嫌？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夜雨带走面圣，亲子。叶兄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夜风习习，明月皎皎，一个人喝酒，或许更美。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。现在多了我一个。
叶兄弟认识那小公子？我注意到，你听到那小公子名字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瞬惊色。那种惊，不似久闻大名的惊叹，也不像初见英才的惊艳，倒像是久别之后意外重逢的惊愕。王兄不仅剑术高深，观察人也很有一套。只是，我也听说，望城山有位不世出的天才，年仅10岁便展露出惊世的才华。想必王兄这次来取剑，便是为了这位小师弟吧？只是小师弟怎么不一起来呢？啊，今日有幸，有此好酒，有此明月，快哉，快哉！叶兄弟，我们还是聊聊别的吧。不聊了，走了。这就走了？有要事，怕晚了就赶不及了。小白梨，醒醒！喂，醒醒！舅舅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千东城地界啊。喏，接你的人都来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西楚剑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温先生。哎呀，嗨。陈副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爷爷让你来接我的吗？把百里东军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好你个陈生，几个月不见，胆子竟然这么大了！看我如何禀告我爷爷，你这么对我。押回侯府。是。放开我！走。温先生。哎。多谢。啊，不客气。不知温先生接下来是入城休息几日，还是直接回温家了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去看看我那个妹妹吧，顺便看看小百里下场如何。爷爷呀，你在哪儿啊？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，爷爷呀，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你的好孙子被人欺负了呀！上天一世勇猛，老来孙子却遭人这般作践啊！哎，你知道我爷去哪儿了吗？怎么装哑巴呀？哎，我问你们，是不是我爹让你们干的？说话呀！哎，让。爷爷，爷爷呀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。可别，担不起。是子爷。怎么是你呀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爹。你说怎么是我？臭小子，还躲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还敢嘴硬？再嘴硬！你这么跟你爹说话的吗？那你这么做，你爹知道吗？别拿我爹压我！那你别拿我爹压我！反了你！我
告诉你，你爷爷月前去天启参加大朝会了，没有个10天半个月的回不来。这镇西侯府我当家。我爷爷不在镇西侯府，是我当家，轮得到你？脑子坏了？你脑子坏了？你个臭小子！你给我站住！还跑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你给我站住！有了小公子在，这侯府才算是有了生气呀。都是你们这群心大的给惯的。你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越发像个富贵人家的太太，哪有一点以前的江湖做派？那兄长这话说的，我如今不就是富贵人家的太太吗？你不是因为看不惯我这贵太太的架势，连在府中小住都懒得，怎么今天转了性子，愿意来看看了？都下去吧。多谢前辈。先别忙着谢我啊，我又没说要救你。我问你，是不是这温壶酒让你来的？他是不是说，我一看到你这一身毒，就会拼尽全力的救你，证明我自己比他强？等着毒一解，你身上的旧伤复发，我以为是他留的后手，还会竭尽全力的再救你一次。完了呀！温前辈只说这样药王会救我，没说被识破后要怎么办？你这一身五毒，天下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除了他，谁还能这么无聊？哎，你乱动什么？前辈既然不愿救我，那我自然不会久留。我又没说不救你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按理说，你这病早该死了，是什么让你活下来的？难道有名医相救？我哪请得起什么名医？不过是看了一本医书，循着法子采了些草药，胡来之罢了。果然，还真有学医的天赋。那正好，我谷中正缺个制药的小童子，为我端茶倒水。等我100年之后，继承我的衣钵，做个小药王。你呢，做童子倒老了点儿，不过这里没什么人，勉强用用吧。告辞。哎，行，就半年，我救你一命，陪我半年不成吗？只需半年，就半年，就怕半年以后你舍不得走。好。怎么了？啊，小先生，是卓墨公子。嘿，吃神农吗，宝宝？我就知道，以你的性子，一定日夜兼程，马不停蹄的往这儿赶。然后方才呢，我又掐指一算，你必定会途经这里。怎么样？我这时间地点算得不错吧？夸夸我。父亲，天启城来的人有消息了。学堂小先生，
哎，我说我亲爹呀，太阳还没出来呢，你干嘛呀？你舅舅说，你要学剑法，赶紧滚起来练剑。臭小子，还换了个地方睡，不像个样子。拿好你自己的剑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你要教我剑？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？我不要你教我。怎么，还看不上你老子了？你看看，这剑如何？仙宫品的剑，自然绝顶。自然就是了。我既有仙宫品的宝剑，那自然要全天下最厉害的人来教我。我听说如今世上最厉害的人乃天启城稷下学堂的李先生。我去不了天启城，找个差不多的人来教我吧。臭小子！我说过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还我！还给你了，你倒是用啊！哼，我用。你这也叫做用剑？哼，再来！来什么来？你先学会怎么拔剑吧。哼，这不就是拔剑吗？这才叫做拔剑。这便是我所习的瞬杀剑法之起势。师傅教我的剑术，我只不过才练得皮毛，但是我却记得他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：刃出必有因，归鞘必有果。剑气如惊雷，雷息杳无因。你要记得，你出剑是为何而出剑。从今日起，你的衣食住行皆在这后院解决。等你的拔剑术练到能将这个稻草人斩为两截的时候，你才可以从这里走出去。不就拔个剑吗？还挺帅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非得特意换上这身衣服呀？因为先生说过，白衣胜雪，公子如玉，这才是学堂应有的风范。
我和你可不一样，我最讨厌穿白色，主要洗起来麻烦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若是真的染上灰尘的话，那就和先生口中的“公子如鱼”4个字，一点都不搭样。先生早料到你会如此抱怨，他让我告诉你，这叫仪式感。你和老侯爷把东君藏在后院练剑，只是为了躲那一个人吧？学堂小先生。这个小先生，可不只是学堂小先生啊。那区区一个后院，还能藏得住东君啊？哎，他要是真的一剑，把那个稻草人给砍了呢？就算他再有天赋，短短几天内根本摸不到拔剑术的皮毛。没有内力作为根基，给他1个月也不够。若是他已有内力呢？九爷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世子，何事如此着急？学堂的使者到了。这位，应该就是镇西侯世子百里成风吧？他就是百里东君的爹？他可是个厉害角色。世子爷，小先生，久仰。内力？东君怎么会有内力？他似乎还不知道。能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以酿酒作为掩盖，为其打下内功根基，催生功力。这也许就是父亲所说的鬼道吧。小百里，还能藏多久呢？怎么样，还行吗？可是小公子，这稻草人没变化呀？怎么可能？能连一点变化都没有呢？不应该呀！我明明用了很大力气啊！这什么破剑呀，还仙风品，连个稻草人都砍不到。不拔了。哎，小公子，这次可不能再出去了。上次世子爷就已经起疑心了，这次我再把你放出去，咱们是一伙的，这事儿就露馅了。行，那我不走，你让我爷爷过来救我。可是侯爷早上已经来过了呀。我爷爷来过了。他还在外面看了一会儿，说了句不错，就往军营去了。就连我爷爷都被收买了，好，气死我！哎，
瑞儿，那你说，我从这个院子里出去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把瑞儿打晕，强行出去，或是练成拔剑术。萧公子，不就是拔剑吗？拔！这位是？我也是学堂的弟子，不过呢，我不是这次的使者。这次我来乾东城，不过是想找个朋友叙叙旧罢了。世子爷，您就当我不存在就是了。这是我的一位师兄，江湖出身，说话一向如此。世子爷见谅。原来也是李先生座下弟子啊！别，千万别被那老头的名号给唬住。他呀，不过就是一个又普通又矫情的老头。你知道有多矫情吗？我也不乐意带这玩意儿，但没办法，学堂的规矩。世子爷，千万别怪罪。严重了。不知小先生这次来乾东城，是想带走几个人？若是小先生，他只想带走一个人。学堂果然严苛，小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我们乾东城，就带走一个人。世子错了。哦，错了。世子，我问你，我们北离国一共有多少座城池？大大小小163处。学堂最少的一年入了1个人，最多的一年入了6个。天下之大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慕而趋之。况且不论天下，单论这天启城，就有无数的世家贵族、江湖游侠前来拜学。所以，我要从乾东城带走1个人。这个数字不是少，而是多，太多了。若是没有呢？那就只好劳烦世子随我回一趟天启城了。世子的天赋，先生时常称赞，就是年纪大了些。哎呀，不拔了，不拔了，累死了。哎，给人再拔，给人再拔。好。东君，你已学会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如今，师傅教你他的下半部分。看好了，他叫大道朝天。明月落笔，得成仙人场。仙人欲何去？脚趾
蓬莱相。此香因何有？玉石碎琳琅，千金琉璃盏，美人细腰蔓，所欲皆得偿。仙人得闻后，四顾空茫然。剑环，碧血尽残阳。原来，这才是传说中的绝世之剑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以为只要练了绝世剑法，就能纵横世间。后来才发现，当拥有绝世剑法，便需担起承天之责。遗憾的是，最后还是没能护住我的故国。东君，大道朝天，你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。等你找到了自己的道，你就一定会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名扬天下。师父。5年之内，你们绝无恢复功力的可能。如仙，你为了你这一剑，值得吗？或许，我还有第2剑。哦，这是。今日得见先生，方知天地之广阔。师父。师父，您怎么了，师父？诸位，能不能给我和我的小徒弟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啊？
先生，再会了。小白梨，替我向你娘辞别。明年春日再过来找你饮酒，保重。师傅，东君，陪师傅喝上一杯。这些年来，多谢你的陪伴。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不，师傅，我带您去，我们一起去。您亲自挂上去，好不好？哭什么？师父早就是应该死的人了。当年是师兄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，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只是强弩之末，全靠一杯药酒续命罢了。东君，人呢，只要背负的太多，就不那么自由了。说来也是矛盾，我既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，逍遥不羁，也希望你可以名扬天下，成为真正的英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活着，看着我名扬天下才可以。东君，是龙终究会腾飞，是英雄，光芒便藏不住。不管师父在与不在，都没有什么影响。不，师父，还记得你第一次闯进这院子的时候，我便觉得与你投缘，想都没想，便收你做了徒弟。可谁曾想，你竟是百里洛尘的孙子。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这一生从未做过一件冲动的事情，只有那天是个偶然。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，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现在想来，这便是缘分吧。师父，
这是凤凰树，是西楚的国树。可凤凰非梧桐不起，纵然是什么人世如仙，没有了西楚的土地，便留不住这凤凰。你能识酒？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东君，人生注定会充满了离别。你这一生还会经历许多这样的离别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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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父亲，师父，师父！东君他，放心吧，今日以后他就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恣意飞扬的八公子不是真正的江湖，剑林的剑客风流也不是真正的江湖。师父，师父！只有今日他所看到的这一切，才是真正的江湖。回去疗伤吧，我们在家等他回来。多谢。哎。这一路你也没有看我一眼，也不同我说话，为什么？如果日后你真的进了学堂，还得叫我一声小师兄。你的考学品行都与我息息相关，到那时候，你可不能像现在这样，想不理我就不理我啊！我不是不想理你，我只是有点害怕，害怕你会一直认为我还记恨着你，所以啊，有点尴尬。还是孩子气。不，这叫少年气。好，
那你且说说，为什么你觉得我会以为你记恨我？因为你来了，我师父死了。哎，这是事实。可这却是两件事儿，这两件事看起来有着脱不开的干系，但归根结底，若不是一开始我的剑灵舞剑，大家也就不会认为我的师父还活着，深藏黔东城，那我的师父也就不会死。所以这么看起来，真正害死我师父的人是我呀。哎，你千万不能这么想，你要这么想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。唉，放心吧，若我真是一直这么想，也就不可能走出黔东城了。我真正的杀师仇人，是那两个不明身份的无法、无天。对于这一点，我非常的清楚，所以还请雷兄，还有小先生，不必多虑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明事理，不愧是以后要做我小师弟的人。你的话还没有说完。不错。尽管我想了很久，并且想了很多道理来说服自己，可我的心中仍有一股怨气。若不是你来，或许我的爷爷加上我的舅舅就能护住我的师父了。所以，我心里仍然很想打你一顿。好，那便等有朝一日，你能打得过我的时候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你小子好大的口气啊！你可知道我们萧若风可是李先生座下最优秀的弟子？我呢，虽然比他早入门几年吧，但我却不是他的对手。等你要能打得过他，估计也得等你七老八十了吧？很快他便不是先生座下最优秀的弟子喽。哦，为何？因为那便会是我了。哈哈哈哈！来。公子，公子，说，学堂的文书到了，是让你担任这次学堂大考的初试考官。来人还特地强调了，这是知会，不是商量。师父明知道我并不喜欢抛头露面，却非要让我做什么初试考官，还真是老顽童啊！这就叫能人之所不能，不能人之所能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为了捉弄我们，为难我们，以此为乐呗。哎，你说这百里东君入了学堂之后，发现他未来的师兄，他早就认识了，会不会很失望啊？公子，你说，就算是小先生选出来的人，也得要通过学堂大考才是。可为什么听公子所言，好像这个人就一定会是百里东君？这是个好问题。是个好问题，你倒是回答呀。看来，这初试的题目，我要好好想想了。天启城总算到了。我以前住过天启，却从未好好看过这城门。听说当年白羽剑仙也曾问见天启，救下他即将被砍头的徒弟。临走之前，还一剑把这牌匾给砸了。世间高手，无一人敢拦他。这个故事是真的。我也要这样。啊，这可不行啊！这是杀头的死罪啊！那当年白羽剑仙被杀头了吗？
谁杀得了他的头啊？他呀，可是剑仙啊！那就等我以后也成了什么仙，再一剑把这牌匾给劈了。我以你们2位先行到这儿，二师兄，送东君回学堂，我先进宫了。驾！走吧。驾！驾！天启城啊，路还是那么宽，比咸东城大太多了，真适合畅游一番啊！是啊，遥想当年，我与顾剑门也曾在这天启城中并肩游赏，如今你却被顾家所弑，牵绊于西南道。既然你有意探寻此间风物，我便先行返回学堂了。小姐，二小姐，姐姐，鲜切的山牛、羔羊肉，还有薄如蝉翼的鱼片，男爵财产的凤菇，我先吃什么好呢？先吃什么好呢？我就知道阿姐对我最好啦。知道二小姐心心念念着，小姐一大早就暖好了锅，炖好了肉。那当然了，她可是我阿姐。不着急啊，好吃的可多了。姐姐这次去了好多好玩的地方，带回来好多新鲜玩意儿。江南的3米花糕，朔风的9曲花肠，你想吃什么都有。姐姐，我都想吃。哎，你们这次去柴桑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吗？据说那里繁华至极，还盛产美酒。阿姐，你有带回来吗？青儿何时这么喜欢喝酒了？这次去行程匆忙，倒是忘了带。哎呀，无妨，下次再去嘛。小姐，小姐，二小姐，是莫奇轩呀，坐下来一起吃啊。出去说吧。何事？百里东军已经到了天启。天启？现在这个时节，他是要……没错。学堂大考。仙儿，有什么事儿阿姐他们需要出去说呀？你们此次出行有遇到什么事儿吗？阿姐总是心事重重的。小姐她……哎，仙儿，你待会儿再去帮我拿一盘羔羊肉，那个肉太好吃了，还有那个凤菇也拿一点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刚刚说姐姐怎么了？没什么呀，你就踏实吃吧。你姐姐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小姐，不能再犹豫了。他若是真的进了学堂，有了李先生的庇护，我们北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天子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以后我要怎么去找你啊？风窗里，江湖潇潇雨，青春别欢颜我意。
下有几人可失去你？好奇落座相逢皆知己，待我策马长风，天涯任浪迹，前路纵然如迷不停蹄，如今乘风也愿远去，今夕是可惜，怒马现一尘勇气。来天启第一件事儿，雕龙小柱，驾！谁呀？竟敢在背后偷袭本小爷！雕楼小筑的秋露白，你刚刚说想喝，现在还想喝吗？想。嘿嘿，我不让你喝。哎。你这人，嘿嘿嘿，天启城，你才走了一小半，还有一大半，今日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的路，等你能从这院子里面走出去之后再说。你谁呀你？哟，胆子很大，气势很足嘛，就是没有配得上的能力。一马关进天启城，还早了些。这个青笋也超级好吃，一会儿再给你拿点。嗯。姐姐，你快点儿，我都快吃完了。嗯，这羔羊肉可好吃了，你多吃点，我让仙儿待会儿再去拿一盘。嗯。星儿，怎么了？我呢，要去一趟北离的天启城。你在天外天替我遮掩，瞒过吴相使。什么呀，阿姐！你刚刚回来又要走，我就知道莫奇轩来准没好事儿。我以后看他一次打他一次。青儿，乖。我不听了，我今天是聋子，什么都听不见，我只吃东西。你就当帮姐姐一个忙，好不好？青儿，等忙完了，我们北区就能复国了，爹爹就能出关了。你不想爹爹吗？可是我更想你。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天外天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那我这次把心儿留下来陪你，好不好？小姐。青儿，去吧，早些回来便是。阿姐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早些回来，不要让青儿等你那么长时间。嗯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哎，行。六月公子啊，特立独行啊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，把薛汤大考放在我的赌坊里。所谓大考，其实和赌没什么区别。愿闻其详。很多人苦学10年，为的就是大考的这一刻。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发挥最好的一刻，亦或许是发挥失常、再无挽留之地的一刻。赌博呢，也是如此。
不上到赌桌的那一刻，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；而上了赌桌，这胜负才刚刚开始。精辟！除非出千。怎么？有人敢在你这千金台出千？当然不会。所以我们今日在此大考嘛。六月公子啊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妙哉，妙人呐！你看我这大金牙都为公子倾倒了。二爷呢？当初选择借地给我们的不是他吗？去听曲儿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愿意听曲儿。本来对这个学堂大考不感兴趣，答应你们啊，无非是柳月公子拿了一阙残谱与之交换。哎呀，能为学堂大考提供场地，我千金台每天损失个18000两的银子，不心疼。涂大爷的损失，学堂明日自会派人送来。这就是学堂的嫉妒啊！走快，唱亮，收单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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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！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输了！是会的，没问题的。小爷百里东军驾到！相信又喝多了？谁喝？你是那个剑林的高手，你叫叶鼎之。哦，对对对，叶鼎之。那天我是喝多了，不过我记得你剑术不错，人还挺有趣的。本来我还想跟你交个朋友呢，结果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我舅舅给带走了。现在想也不迟啊。成，你也是来参加学堂大考的？自然。参考学员即刻入场。走吧。这莫非就是雷梦莎此前跟我说过的什么赔率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我知道，这是千金台设的赌局，看看今天谁才是大考的魁首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名字后面这一千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数字越大越厉害？你想什么呢？数字越大，说明看好你的人越少，你的赔率也就越高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有人押你1两银子，你得了魁首，他就会赢1000两。但是呢，机会小啊，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。像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热门人选，押我的人可多了，所以我的赔率就不。竟然也是1000。连个外院学生丢的桃子都接不住的人，赔率不是1000，还能是多少啊？这千金台的赔率啊，是根据买家的数量决定的，还望柳月公子让小先生不要介意啊。小先生欺我功夫馆这等小事。开始吧。学堂大考， 准备开始。
武之外，便是请诸位在文和武之外展露一下自己在其他方面令人惊艳的特长。时间为6个时辰，在这6个时辰内，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可以交卷了，告诉我们你要展露的是什么，我们呢便会派出相应的考官来进行考验。若通过了考验，即可进入中试。每位考生都配有一名助考士，诸位可以让自己的助考士去千金台外取展示才艺所需要的东西，可有异议？大家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还问我们有没有异议？若说有异议，还有用吗？这傻小子，没有用。开考吧。开场。倒有些午时3刻即刻行刑的意思。来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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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公子有何吩咐？3路客栈，哎，去找雷梦莎公子，把我的大包裹给我拿过来。找谁？废话多公子雷梦莎，去吧。哎，你打算做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王爷，助考士都已经出发了。也不知道这群人里有没有能助本王登临大宝之人。今日学堂大考。是陛下。百里洛尘的孙子百里东君也在参考人之里。他怎么也在天启城？是九皇子殿下把他带回天启城的。是不是九皇子殿下也？唉，你把老九想得太复杂了。姑的这个儿子，姑自己知道，他把百里东君带到天启，很可能只是因为欣赏他罢了。他不会与那小子为难的。相反，百里东君若是有事，他会豁出性命去救他。姑倒是有些好奇了。一直听闻百里洛尘那个独孙是有名的纨绔，却没想到突然有一天，他学会了西楚剑歌，又不知为何得到了老九的青眼。陛下似乎很欣赏九皇子殿下。多嘴了啊！奴才惶恐。学堂大考，还有哪位皇子去了？亲王殿下也去了。老二啊，罢了，小崽子们的游戏还不值得不费心呢。考官，我要交卷。哟，
还真有这么快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教的又是什么？在下白衣门段白衣，自幼研习骑术。这文武之外，在下要教的就是骑术。可以，请公子赐教。你和我像。你学了几年棋啊？你学了几年？我7岁开始学棋，至今得有17年了。我3岁开始学习，至今也有7年，差不多嘛。来吧。我执黑不办，你先行。好。还精通骑术，连个小童都下不过。能在灵素执黑下坚持这么久，说是精通，不足为过。11年苦修，我竟败给区区一个小童。看似下的是棋，实则展露的是心。一味刚猛，长风一蛇，你的棋艺很好，但你败给灵素，或许是因为你许久未败。倒是天天败。今日一败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段白衣，记下了。这谁的助考室啊？这谁的助考室啊？是准备在初试上表演睡觉吗？多谢。原来是他呀！什么都不会，睡觉再合适不过了。怎么，你还真像他们说的，打算在这睡一觉？是啊，不过你怎么跟他们一样没见识啊？你还真信呐？玩笑，玩笑。哎，你准备的东西呢？来了。敢在这么短时间内选择酿酒参加比赛，不是天才就是蠢材。希望你是前者，这样我们就能做同窗了。为什么他走之前还得损我一句？想点好的，他是在鼓励你。哦，信你个鬼！
你这是要干嘛呀？让他睡一觉，我也睡一觉。哎，进去有多久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看看这么久还不出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搞什么呢？不是里边到底什么情况？怎么还不出来？一个时辰到了。不，还没有。可我看这香已经烧了过半了呀。这不怪你，这周围的时间、空间流转，都因为某些原因变得混乱了。我刚才明明倒了一杯啊，怎么空了？是奇门遁甲。奇门遁甲？没错，学会奇门遁甲，来人不用问。此方天地一切逻辑，都由布阵者决定。我的菜怎么糊了？我的花呢？这怎么了？这阵呢，我就不破了。有此等功力，可过。诸葛云，在公子面前献丑了，谦虚了。他姓诸葛，姓诸葛，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很多。就像你姓百里，就代表了一些东西。考生赵玉甲，就变个戏法吧。又来个变戏法的，赵玉甲，我还赵玉珍呢。公子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定的时间也太长了吧，1连6个时辰，哎呀，谁受得了？时间掐的倒是挺准啊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熟能生巧，多被师傅打几回你就知道了。我看你的羊腿也快好了。可不，就等你的酒好了，便是美酒配佳肴。还剩最后半个时辰。到时候了。好香啊！考生李信，交卷。看来你晚了一步啊。
这个人的酒要是比你那好喝，就没戏了。没有人的酒可以比我的酒好喝。你很自信？那是必须的，因为我和男人约定好了，他做那剑中天，我当这酒中仙。未来酒仙的酒，怎么可能输在这种地方？你也还记得？我，百里东君，铜球考。就合适吧。这位考生，现在场上就剩你一人，你、我，还有涂大爷，不如我们3人一起评判这场对决，如何？求之不得。这酒香啊！好酒，比我们千金台的金银水也毫不逊色啊，不错。确实好酒，酒香醇厚，入口绵柔，不是凡品。那就尝尝另一杯吧。这酒晶莹剔透，也没有什么酒的香味儿。如果你不说这是酒，我还以为是水呢。不过闻起来倒是清香沁脾。好清甜。百里东君，这酒叫什么名字？过早。过早？为何叫过早？因为它本可以酿很久，却为了让人提前喝到，过早的拿了出来。不过这陈酒有陈酒的香，过早的酒也有过早的清爽。而这一杯并不适合嗜酒之人，更适合温柔的女子，或者清癯的老者。酒有千百味，并非其中某一味就是最好的。灵素，再给我倒一杯。这位小兄弟，我能不能再来一杯啊？欲求必有。同样是一杯涂大有点贪心啊！好熟悉的味道。涂大爷喝过这过早酒？我不知道什么叫过早不过早，我只知道这酒里啊。有娘亲的味道。从小娘亲每年都会给我酿这种酒。我想我的娘亲了。失态了，失态了。这酒也让我想起小时候，竹马成双，早得刚刚好。东君，你说这酒适合温柔的女子和清癯的老者，可现在看来，像涂大爷这般豪情的男儿，还有叶鼎之这种漂泊行客，也爱这酒。人有百态，酒中千味，谁知道恰好选中哪一位呢？好，这酒呢也喝过了，那就让我们来尝尝，这肉如何？我这里也是，欲求必有。柳月不让我进，你们也不让我进，我还是他师兄呢。哎，啊
哎呀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出来？柳月这家伙不会整我吧？尝尝吧，诸位。多少来会儿？这羊肉似是芒果的。芒果？叶挺之，你去过芒果？北蛮吗？去过的。我之前有幸参加过他们的祭神会，这羊腿足足烤了6个时辰。叶挺之，你不单单只是去过，而是在那待过一段时间吧？这羊腿的火候、步骤，可不是去过的人能够烤出来的味道。是。在我心中，游历一个地方，并不是走马观花的看，而是要真正的融入到那里生活。没有几年的一起生活，怎能算是真正的游历？叶挺之，没想到你年纪同我差不多，经历倒如此丰富。我最北去过北蛮，最南去过男爵，西面游历过大小佛国，东边也曾扬帆出海。这世间之大，我只怕去的不够多，去的不够远。你还真像我儿时的一位朋友啊，说他还活着，一定同你一样潇洒自在。所以，柳月公子什么时候能给我个答复？关于方才这酒，相信在座的诸位心里都应该有了答案。胜出者就是百里东君。他那酒的酿法不过是寻常米酒罢了，我的可是你们学堂偏袒徇私。你的酒的确是好酒，口感醇厚，那是为何？可这酒，即使是再厉害的酿酒师，也需要半年才可以酿出这味道。可你却用了短短6个时辰，就酿出了这味道。灵素，查查它。公子，此人应是用壶里的酒替换了现场酿出来的酒。名字里带个信字，却做出如此卑劣之事，赶出去！来人啊！放开我！不公平！你这样不公平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管你们什么规矩啊，但是我觉得小兄弟这过早酒就是比他那杯好喝。既然这酒已经判定了，我的肉也已经吃过了，那便请柳月公子也给个评判吧。学堂出事，时辰已到。百里东君，叶鼎之，过出世。你的轻功不错，比那天好像要快了一些，不是普通的3飞燕。这是我自创的，叫一醉千里。袖里藏剑。
妙无比。一醉瞬杀，倒是惊险骇人。我并没有杀心，这一剑只是试探。做梦啦？梦到东君了。哦，梦到什么啦？梦到东君学会了我的瞬杀剑法，还把我教他的三飞燕改进了一下，成了一门新的功夫。这还真像是白天里会做的梦。百里小公子，我这一招袖剑可算是过关了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我只是试探，过没过关，你问他。姑娘，学堂中事凶险无比，自然要选择有一定实力的队友，不要怪我。从此刻起，我们便是队友了。啊，他们4个竟然凑一块了，强强联手。胜算更大了。胜算大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是小了？师父只收1名弟子，若他们赢了，你觉得师父会选叶鼎之，还是百里东君？先生从不收最好的，只收最有趣的。而你是个例外，你很无趣，但你无趣到了极致，反而变得有趣了。所以先生才收你为徒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趣？是挺有趣的。我倒是觉得这个叶鼎之比你更有趣。行了，时间到了，各位组好队了吗？那我们下一场比试的场所会在哪里啊？师父。下一场比试的地点，便是这整个天启城。那么何时开始呢？自然是现在。你们的百里小公子还着急考完试赶着去喝1月1次的秋露白呢。你还知道这个？我方才去了一趟碉楼小筑，取了这个月的最后一盏。哎呦，糟了，你恐怕喝不着了。嘿，你这老头，小心我给你抢过来！不可对先生无礼。哎，没事，少年不惧江湖老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好，那我便静候诸君了。他真是不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啊！古有云：“齿素如矮犬，以毒结霜里。欲知心底事，还取府中书。”总之就是这鱼肚子里边有线索，分别藏着卫生有序4个时辰。一会儿呢，你们每个小队派1个人上来，抽到哪个时辰出发得了。出发之前，墨尘公子会将锦囊交到各位的手中。对了，若是有小队最先找到最后的答案，这高台上的金钟就会敲响，到时候烦请各位考生回到学堂集合，明白了？那就来吧。为什么我们每队出发的时辰都不一样呢？因为每个队都只能拿到1个锦囊，每个锦囊就是1个线索，总共4个线索。先出发的人则可以博取先机，或是隐匿，或是尽快破题；而后出发的人
则可以关注先出发的人的方向，或是寻找，或是守株待兔。若是同时出发，那还比什么呢？直接在这里打一架，赢的人拿着锦囊去找答案不就好了？哟，不错呀，这位考生，看来你对中式的规则了解得很透彻呀。行了，你们每队派一个人上来吧。小赌王，自然是我了。抽到卫士的人是最早出发的那一波，可抽到虚实的人还要等3个时辰，在这3个时辰间，他们就可能已经找到答案，所以比试现在就开始了。申时，不错，率先出发难免会沦为众矢之的，申时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不愧是小赌王，厉害！你还挺会拍马屁的。你一定单身吧？闭嘴吧你！你说卫士会是哪一队啊？卫士，这儿。卫士。酉时。戌时。卫士的队伍出发吧。好可怕的对手，真是令人担忧。你有什么好担忧的？你又不用考试。赢了的人会成为我们的小师弟，可我不希望跟我们做师兄弟的是这个人。连我这样的师兄，你不都忍了这么久吗？我才是师兄。行，你是师兄，本来就是。你自己疯的。应贤已按照王爷的吩咐，将消息传达给叶鼎之了。想入本王的麾下，必然得付出一些代价。只有背上镇西侯府小公子的人命，这叶鼎之以后才会乖乖的受本王控制。哎。弟弟，你觉得这次大考中，谁会成为你的小师弟啊？兄长什么时候也关心起学堂之事了？朝堂当中有很多人对学堂之事很感兴趣。我知道弟弟一向维护学堂，便从不过问。只不过，这次这些考生中，定会有一位成为亲王的人。无论他是谁的人，只要入了学堂，便是学堂的人。兄长，你输了。切磋棋艺，为兄向来不如你啊。嫂嫂近日如何了？她已经被我接入别院，待到父皇赐婚的日子来临，便结琴瑟之好。师兄，外面可真热闹。今日是学堂大考最后一场。是吗？
是。他们可真恣意，真让人羡慕呀。如果我的人生也能像他们这样活着，是不是也能够这样恣意、热闹呢？师妹，这街上也太清静了吧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今日学堂中事，自然提前清了场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那个锦囊上面写着“君不见玄武临事”，玄武，到底什么是玄武啊？若真那么容易，还能算是中式？玄武，应该是玄武楼。玄武楼，不错，天启城最有名的藏剑阁之一，归属学堂所有。天启城还有藏剑阁，这么厉害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小公子，你这么没见过世面呀？家教严，家教严。那便出发吧，大家已经出发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他们4个竟然组成了一队，如此巧妙，果真有趣。更有趣的是，这4个人都很有来历。有消息了。尹落霞，前赌王尹顺水之女，也是如今的赌王。她母亲是罗阳侯唯一的独女，因受不了好赌成瘾、四海为家的尹顺水而离开他。尹落霞一直跟着他父亲尹顺水，他的武艺一半是跟他父亲学的，另一半是跟他父亲的3个朋友，也就是江湖中的吃喝嫖赌4大邪徒中的另外3位。尹落霞身份清白，跟随父亲隐居后很少离开，也从未与天启城任何人接触过。他真是尹落霞？他上次露面还是志同模样，不过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，有7成可能。其他人呢？叶鼎之，江湖散人，在有揭露的行迹中，他第一次被人发现是在男爵，后来四处游荡。不过他应该是北陵人，并且他很有可能是因叛国被满门抄斩的叶羽将军的幼子。他被偷梁换柱换了出来。他在男爵境内被人发现时，跟在一个人的身边，那个人是他的师傅。是谁？男爵第一高手剑仙羽生魔。哼，男爵第一高手的徒弟，竟然拜师学堂李先生。看来是想做天下第一高手啊。不过他和叶羽的关系是如何推测出来的？仅凭一个姓氏和出现的时机，未免有些牵强啊。当年叶羽将军叛国，乃是一桩冤案，而在背后陷害叶羽的，就是当年刚被封王的亲王。日前，叶鼎之和亲王有过短暂的接触，所以他应该是叶鼎之，但尚未确认，存疑。那赵玉甲呢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的话，就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这个人是凭空冒出来的。2是，这是个假名。这个赵玉甲是个秘法造诣的高手，
我们虽然没有查到他，但是我们查到了秘法宗门魁首，望城山掌教吕素贞最小的弟子赵玉珍。据说他是望城山百年难遇的天才，但自从上山之日起，就再也没有下山过。所以说，这个赵玉甲，很有可能就是赵玉甲。妙啊！而且这个赵玉甲有举荐人。你能单拎出来跟我说，那就说明他这个举荐人来头不小。比萧若风如何？赵玉甲的举荐人是学堂李先生。是吗？那还真是有趣啊。诸葛云呢？诸葛一族的隐秘地依然难以寻觅，不过也有迹象表明，诸葛氏已经被灭族了。但或许真的有族人能够逃过那场灭族的屠杀，也不一定。于是我们便想找到举荐诸葛云来此的学堂长老一探究竟，结果却发现什么？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没错，而且是他杀的，死在了云游至北面域外的路上。但这个消息还没传到学堂，所以学堂并不知道，就连我，也是刚刚才查到的。这条消息传给萧若风。是。北境域外，诸葛。对了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这条消息很重要，得加钱。